好，我们接着来录制这一系列轻松的钢四教程。上一集作为序章，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游戏开始前我们要做的准备。这一集我们正式开始游戏。作为一个新手玩家，第一次扮演1936年的中国，肯定是一头雾水的。不用着急，我来给你们一个个慢慢讲解。首先，我们开局要做什么？肯定是优先解决屏幕上方出现的这些提示。一般这些提示就是告诉你还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做。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科研槽空闲。作为这个中国啊，我们这个科技还是比较落后的，只有2个科研槽，所以前期我们科研的选择还是比较谨慎的。一般正常开局，我们的科研槽都是研究老3样。老3样就是指这个电子工程，然后工业中的机床以及建筑技术，这3个科技主要就是加我们的研究速度以及一些生产建设方面的速度。从短期来看用处不大，但是长期来看用处是非常大的。可惜的是，校长开局只有2个科研槽，我们肯定是不能都研究的，那就要进行取舍了。经过权衡利弊，我们先给校长点一个基础机床，能增加生产效率上限。什么是生产效率上限？我们可以在生产界面看到，这边有一个绿条，这个就是我们步枪的生产效率上限。当它的上限越高，我们步枪生产的就越快，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前期只有2个科研槽，科研速度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特别的赚，所以我们可以先研究一下中正式步枪。为什么优先研究步枪？我们可以点开我们老式步枪和我们的新式步枪对比一下。老式步枪我们的数值对人员杀伤只有3点，而新式步枪它有6点，直接翻了1倍。那我们肯定是优先换成新装备啊。在我们选择研究时，可以发现研发旁边有一个紫瓶子，代表我们这次研究是可以选择军工机构的。选择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好处，还能给我们一些研究加成，减少我们的研究时间。比如我们这把枪本来是要研究136天，但是我们让汉阳兵工厂来研究的话，就能减少10几天。不过我们选择军工机构也是有代价的，会增大我们的政治点消耗，每天要花 0.1 的政治点。我们的政治点比较宝贵，有的时候可能不选军工机构，直接在没有机构的情况下研究。这边考虑到选择机构好处比不选多，所以我们肯定是必选的。而且这个机构我们要一直选，因为它能升级，只要我们一直用它来研究，它的等级会越来越高。处理完2个科研槽之后，我们再来处理第2个图标民用工厂空闲。我们校长开局的民用工厂还是非常多的，目前使用中的民用工厂有12个，他们都在生产这个生活消费品。根据游戏的设定，我们必须要拿出一部分工厂来满足民众的需求，所以抛除掉这些工厂之后，我们就只剩下一小部分的工厂可以用了。开局总共21个民工，减掉12个，我们还剩9个可以用。这些民工可以用来修建地区建筑、工业建筑以及省份建筑。因为校长的开战时间比较早，所以我们推荐开局直接修军工。至于修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挑这种基建高的地方先修。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修建的速度，基建越高的地区，我们修建的速度越快。可以把周围几个地区先点上，它会按照顺序修建。然后我们再来解决一下军用工厂空闲。这边也能很直白的看到当我们给一个装备分配的工厂越多，它的生产速度就越快。如果我们只给这个步枪2个厂的话，它是每天10条枪。如果给它10个厂就能达到 38.6 一天。这边有一个小细节，在游戏开始的这个时间，我们怎么给它加工厂都是会满效率的，所以我们最好开局就把工厂拉满。然后就是别忘了给我们这些装备加上他们对应的军工机构，这样的话能给这些装备再额外一些生产加成。比如这个汉阳兵工厂的生产线加成能给我们再额外提高 3% 的效率上限。
并且它在帮助生产的时候，会根据我们这个产能再额外获得一些经费。所谓的经费就是这个军工机构的经验值，当经验值涨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升级，提升它的规模。同样的，下面这艘船的军工机构也是可以选择的，我们随便选一个。生产线安排好之后，会发现我们现在有点缺资源，因为缺资源导致我们生产速度衰减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去买一下资源，这边直接点到贸易界面，然后找离我们比较近的国家直接购买它的资源即可。这样过几天资源就运过来了。下一个图标，装备生产缺失，我们缺的是战斗机和战术轰炸机。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空军一个年队要100架飞机，而我们开局只有70架，这时候它就会显示我们缺少这个飞机，因为我们并没有生产它。这个不用管，因为我们飞机前期也不怎么玩，所以它缺了就缺了。如果我们嫌这个图标烦，我们可以右键让它消失。下一个图标，未设定国策，我们点一下就可以进来选国策了。校长前期国策肯定还是选这个三民主义最快速度点到这个荡平军阀。我们的玩法也很简单，要抢在这个日本开战之前，我们把周围的军阀全部收复了，这样的话我们玩起来就很轻松了。再下一个图标，未分配的陆军师，这边可以看到它这个绿字只要按住 Shift 键，然后再点击这个图标，就可以选中所有未分配的陆军师了。这样我们选中了所有的陆军师，然后再点一下屏幕下方的加号，就可以把我们总共57个师全部编到一个集团军里面。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未训练部队的图标，这边因为我之前点了一些部队，所以它没有出来。现在就能看到了，我们没有训练新部队。前期其实并不着急训练部队的，因为校长开局的部队已经够多了，完全够我们用了，所以也可以不用管它。关于这个存在可执行的决议，我们也不用管，校长前期的决议都没什么用。如果实在嫌他烦的话，可以把这些都给他点掉，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提醒你了。最后这个战略资源短缺，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钢材给他买好，所以他走几天自然就会消失了。我们过了几天钢材已经运到了，所以它没了。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校长的开局操作就全部讲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些细的。首先是这个装备生产方面，我们校长不可能只造步枪的，所以没必要所有工厂去拉枪，我们可以先拉一点这个火炮，如果装备富裕的话，还可以再拉一个防空炮。这样的话，我们3种装备同时造。虽然这个火炮它的效率是从10%开始，但是我们可以先拉出来，让它慢慢涨。考虑到我们有2个钨的资源，我们甚至可以再多拉一个火炮，因为一个厂火炮只要1个钨。可不要小看一个工厂的产量我们从36年1月一直拉到37年中旬这一个厂的防空炮就已经够我们所有部队上一个支援年了。因为目前我们并没有给部队里面加防空炮，所以它会显示没有编制，这个无所谓，我们可以未雨绸缪，我们先造着。然后一个细节操作就是分配一下我们的部队。我们开局57个师放在一个集团军里面肯定是非常复杂的，这边我们可以通过双击这个兵牌我们双击一下就可以选中同类型的部队，然后再点加号把它分出来。可以看到我们分了24个师作为一个新的集团军。这24个师里面编制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步兵师编制6步师。在我们的招募部署界面可以看到我们开局只有3种编制，这个6步已经是我们最好的编制了，其他编制都不如这个编制，所以这是我们最强的一波部队了。我们可以先把它画一个前线这边点一个前线，点到贵系这边，这样的话它就会自动填过去。然后剩余的部队我们可以再把这种次一点的部队再给它点一个集团军出来，然后给它画前线到其他地区去。
到这边我们就全部操作完了，接下来就是光速走时间啊，等国策，这边可以调成5速，走得快一点。可以看到我们的部队已经全部填到线上面去了。到这边再给大家讲一个新细节，就是我们这个部队它是画了前线的，但是光画前线我们不给它画进攻线的话是没有计划加成的。计划加成这个数值我们可以在这个集团军左边看到，简单让时间走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画了进攻线之后，这边有一个蓝色的条慢慢就往上涨了，这就是我们的作战准备加成。有了这个加成，我们在进攻时就能额外多一个 buff， 所以大家在画完前线之后，最好把这个进攻线也给它画上。再额外提高一下这个加成的上限，我们可以给这个集团军安排一个指挥官，在这边点一下，然后选择我们最强的指挥官就可以了。刚刚看我们的上限是 30%， 因为这个孙立人他有3级的计划，所以又多了 6%。如果我们觉得还不够，我们可以再给这个集团军再安排一个元帅。这边选中我们这个集团军，然后点一下左边的加号，会出现一个集团军群这边再点分配的话，我们可以给他选一个元帅。这边我们选择杜聿明，然后杜聿明他的技能是2级的计划，计划加成上限是 4%。然后我们再来看的话，我们变成了 38%。杜聿明给我们提供了2点，这是因为元帅作用在集团军的时候，它的效果会减半，所以 4% 变成了 2%。虽然这个界面上写的是 4%， 其实它只加了 2%。很快我们就点完了第一个国策然后再接着点下面这个民族主义，再等70天。等时间等到了5月份，我们的中正式步枪研究好了，这时候我们下一个科技肯定就是点电子工程了。因为我们用汉阳兵工厂研究的，所以研究完之后兵工厂升了1级，我们可以在这边解锁它的新特质。前期没什么好点的，我们一般就点一下这个加可靠性的。这样的话，我们用这个汉阳兵工厂来设计步枪的话，会有这个 buff。因为我们已经有新式步枪了，所以这边提醒我们生产了过时的步枪。我们点一下，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给这个机构升级的 buff 并没有加到步枪上面，需要我们额外花经验才能加，所以就不管它了。我们开局没有经验，就直接生产这个最新的中正式步枪即可。这样的话，我们生产线就替换了，替换之后的生产线明显效率掉了一大截，这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从头开始生产新的装备。基础机床研究好之后，我们就顺势往下研究密集型工业就可以了。这2个区别并不大，你想研究离散型也可以。简单对比一下，可以看到离散型比密集型多一个基础生产效率，还有生产效率保持。如果你频繁更换生产线的话，离散型可能赚一点。民族主义之后就是安内了，我们要最快速度点到荡平军阀，还差140天。到了36年的6月底，我们已经存到了150的政治点数，目前的点数够我们安排一个政治顾问了。不过综合来看，民国的这些政治顾问给的 buff 都没什么用，不如我们先点一个经济法案，或者先安排一个军事参谋。这边我的建议是直接改部分动员，虽然在开战之后我们能开到总动员，但是前期能改就改一下，毕竟能给我们加这个军工的建造速度。如果特别缺陆军经验的话，也可以先安排军事参谋，但是我们有刷经验的办法，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直接改部分动员的话，我们的消费品也会相应的变化。我们现在点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直接少了4个工厂去生产消费品，这4个工厂直接给我们来建设军工了，这样我们军工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了。只能说这个操作是相当关键的，我们能更快的建出军工，
就代表我们能更快的造装备啊，前期装备很重要。电子工程的下一个科技，我觉得无线电更重要一点，它能增加我们的增援率。我们前期部队的增援率是非常低的，这个5%很重要啊。很快到我们点完了荡平军阀，中国的5个军阀会表示服从或者不服管辖，一般是有2个不服。这个事件是完全随机的，主要是看运气。我们最好的结果就是李宗仁不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全吃了。开局的这5个军阀中最肥的就是李宗仁了，我们把他给消灭掉的话，就能获得他手上拥有的10几个工厂啊。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李宗仁的部队比较多，我们前期想要刷经验的话，拿他刷是最快的。荡平军阀点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点的就是这个国策了。这个国策我这边和谐了一下，大家懂的都懂，我就不多说了。到这边感觉这集讲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大家可以先消化一下，我们下集来细细讲一下校长前期如何刷经验。